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超级有趣的话题哦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当我们暂时不吃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里面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神奇的变化呢？你知道吗？当你停止进食，你的身体其实会悄悄启动一个隐藏版的修复程式。想不想知道这个程式是怎么运作的呢？好，我们马上就来揭开这个身体的秘密。这次的内容，我们会带你走一趟完整的身体奇妙旅程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图。首先，我们会先了解身体的双燃料系统，接着看看燃脂开关是怎么被打开的，然后进入一个叫做生酮的状态，再来就是超酷的细胞自噬大扫除，最后我们会看到身体如何进行深度的修复与再生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出发咯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一站。你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想象成一辆超级精密的混合动力车。没错，它可以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燃料之间自由切换。这两种燃料是什么呢？我们平常最常用的叫做葡萄糖，主要就是从米饭、面包这些碳水化合物来的。它就像烧煤炭，虽然能很快产生能量，但过程中有时候会产生一些代谢废物，比较脏一点。而另外一种是备用的超级燃料，叫做酮体，它来自我们的脂肪。燃烧它呢，就像在用天然气，又干净又高效。接下来想象一下，当我们日常用的煤炭快烧完的时候，身体就得准备做一个非常关键的切换咯。这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哦。我们直接来看这个时间轴会更清楚。吃完饭后的头8个小时，身体基本上都在消化，用的是上一餐的葡萄糖。到了差不多8到12个小时，储备在肝脏里的短期糖分，也就是肝糖，就快用光了。这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肚子咕噜叫，有点饿了。别担心，这其实是身体在跟你说，短期燃料快没了哦，我准备要切换模式了哦。然后关键的时刻来了，大约在12个小时，那个开关啪一声就正式切换到燃脂模式了。一旦这个燃脂开关被打开，我们的身体就会进入一个很特别的状态，这个状态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，叫做生酮状态。所以说，什么是生酮状态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它就是一种代谢状态。当身体里的葡萄糖存货都用的差不多了，身体就会很聪明的想，没关系，我还有脂肪可以用，于是就开始燃烧脂肪来产生能量。而这个过程的产物，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超级燃料酮体。这可以说是身体一个非常聪明的备用能源计划。那进入生酮状态到底有什么好处呢？你看，断食大概12到18个小时之后，肝脏就会开始大量把脂肪转化成酮体。这里最有趣的一点是，酮体其实是大脑非常喜欢的超级燃料，所以很多人在这个阶段会感觉到，精神好像更集中了，思绪也变得更清晰，而且酮体燃烧后产生的发炎副产物比较少，对身体来说真的是一种更干净的能源。好的。如果我们继续断食下去，身体会启动一个更深层也更厉害的机制，叫做细胞自噬。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，它背后的科学发现可是拿过诺贝尔奖的哦。Autophagy 这个字是从希腊文来的，意思就是把自己吃掉。哇，听起来很酷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我们身体细胞的终极大扫除，还兼具资源回收的功能。它会把细胞里面那些老旧的、坏掉的零件通通清掉，这样才能空出空间，让新的、健康的细胞长出来。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会认为它在延缓老化、预防疾病上扮演了这么重要的角色。这个大扫除的过程大概可以分成3步。第一步，包裹。细胞会像用一个垃圾袋一样，把内部的垃圾，像是坏掉的零件啊、病毒啊，先包起来。第二步，分解。这个垃圾包会跟细胞里的溶酶体结合，把它彻底分解成最基本的分子。最后一步，最关键的再利用。
这些分解完的原料会被释放回细胞里，变成制造新零件的材料，或是直接当作能量用掉。你看，一点都不浪费哦。那么，这个超强的清理机制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启动呢？关键点来了。一般来说，在断食大约18到24个小时之后，细胞自噬的活性就会明显的增强，这时候身体才算是真正开始进行内部的深度大整顿。为了让你知道这件事有多重要，我们来看看这段引述。正是因为科学家对细胞自噬机制的深入了解与发现，才促成了201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这就告诉我们，它不只是一个健康流行语，而是经过顶尖科学验证的，跟我们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一个根本机制。好的，旅程来到最后一站了。当我们断食的时间再拉长，身体的修复工作会进入一个更深层次的阶段，这会带来更多长期的好处。这张图表让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这些好处是怎么叠加上去的。断食24到48小时，细胞自噬会不断生化，清除更多陈年垃圾。到了48小时以后呢，生长激素的水平会显著上升。而如果超过72个小时，更惊人的事情发生了，身体甚至会开始再生全新的免疫细胞。我们来特别聊一下这个生长激素 HGH。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都不吃东西了，身体怎么还会生长呢？这就是身体的智慧所在。在断食期间，生长激素会大量分泌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宝贵的肌肉不要流失，同时呢，集中资源来好好的修复我们的身体组织。接着，如果断食超过56个小时，我们体内的胰岛素水平会降到一个非常低点。这有什么好处？这就像是让身体处理血糖的系统整个重新开机一样，大幅提升了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。这对我们的整体代谢健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而最让人惊叹的，可能就是这个了。当断食超过72小时，身体会启动一个免疫系统的汰旧换新计划。它会把那些老化的、战力比较弱的免疫细胞回收掉，然后触发干细胞去制造一批新的、强壮的免疫细胞。这简直就像是帮你的免疫系统做了一次彻底的升级更新啊！好的，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身体在断食状态下的这趟奇妙旅程，从切换燃料到细胞大扫除，再到系统的再生。现在你更了解自己身体内在的智慧了，对吧？那么这就留下一个问题给你思考一下，你会怎么样运用这些知识来好好倾听自己身体真正的需求呢？